WCA 明年会多加一个比赛项目 FTO， 也就是我之前介绍过的转面8面体。不过很遗憾的 ，Clark 模表会在明年拿掉。WCA 决定 Clark 不再是正式项目了。这个新闻可能有些人知道了，但是我会针对画面上这几点详细叙述。首先是2027的几月几号换项目呢？ FTO 会在明年初1月2号就开始变成正式项目，会是5把平均 AO5 的形式，而 Clark 则是预计明年中的7月18号世界锦标赛之后呢就会拿掉了。WCA 有一篇公告解释为什么要拿掉模表，其实有些理由我不太能接受，等一下讲讲我的看法。不过同时我也想知道大家对于模表拿掉有什么想法，那欢迎底下留言。凡事往这边看，有新的项目啊，总是令人兴奋的。这颗 FTO 怎么解呢？我有一系列的影片介绍 FTO 的速解法 Bensisco 法，我把影片连结放在资讯栏或者是右上角应该也看得到。那哪里可以买？要买哪一颗？这部影片呢，我有放产品连结，那应该会出现在影片左下角或者是资讯栏。那如果之后厂商有补货，或者是有新的品牌就是型号之类的呢，我也会尽量更新。以上是确定的资讯。WCA 公告呢，还有提到高阶项目，像是6×6、7×7，以及4×4盲解跟5×5盲解，目前没有改变。但 WCA 会继续研究，那未来这几个项目说不定有可能会改变。练高阶的大家要小心啦。最后呢是关于 WCA 取消 Clark。先说我个人讨厌 Clark， 我只比过一次 Clark， 我就把它锁到柜子里面了。然而我觉得把 Clark 这个项目整个拿掉呢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画面上是 WCA 公告的理由，我就这每一项讲讲我自己的感想。WCA 第一个理由是打乱很难正确，我觉得是技巧问题啦。但客观来说的话，模表的打乱的确这个这样一格的动作是稍微比较细腻了一点，但我也觉得 Square One 的打乱很难啊。尤其可能比如说你要转3、转4、转5，那他们你就不小心转错了你就切不过去，或者是侥幸接过去，反而更糟糕。那你要说打乱完以后很难去验证吗？我觉得这种5×5甚至是6×6，你有6面这么多格也是不好验证啦。对，那所以我真的觉得打乱就是一个技巧问题。技巧问题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没有技巧不代表别人没有技巧。你怕 Clark 这样因为打乱然后出错办比赛有问题，不代表别人办比赛也会有问题。那 WCA 第二个是说需要不同的器具或者是流程，那这个我相信它是指罩杯的问题啦。那的确 Clark 的罩杯算是一个就是跟其他方块是蛮不一样的。那但是 again 就是你因为做这个Clark 的罩杯的麻烦，那不代表说别人做不出来，实际上已经有很多人就是用 3D 列印，或者是至少以前阳春的时候就是用一个纸盒，你还是有一个你都做好了，那是一个一次性的，你做完了以后这个罩杯就是永远都可以用嘛。那你真的要说的话 Square One 你还是要用卡纸啊，要不然就是也是要用那个 3D 列印那个12芒星的，就要把它罩起来嘛。所以器具这个理由是也不是啦，我觉得。然后第三个理由是说解完了吗？这件事情没有观赏性，所以观众可能在远远的你看不出来说这个它到底就是解好了没有这样子嘛。那我是觉得算是也不是，因为同样是在远远的地方，有时候方块你解好有没有解好，搞不好就是哪一面凸起了，你可能也看不出来。那不如说如果是在以那种大比赛直播的情况下，就是有一些的比赛它已经是用这种头顶的一个直播的镜头，那我觉得这样反而会更刺激嘛。我们现在方块转换选手他已经把他的模表转完了，我们看到正面是没有问题的，那背面呢？背面呢？也没有问题，他破了世界纪录。就你不觉得有时候 Clark 这个反而是一个刺激好玩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背面会怎么样，所以有些选手常常会叫那个裁判说翻面。所以的确可能在小比赛相对来说 Clark 比较的确是稍微没有观赏性的，但是小比赛谁要求观赏性呢？
那大比赛的话，你有这种从上面下去的这种直播镜头化，我觉得反而会更刺激。所以我觉得 Clark 并不是100%完全的没有观赏性，而是你有没有动脑让它变得有观赏性。最后一个 WCA 的理由是表就是长得跟其他魔方不一样。其实某种角度反而是对的。你可能会想说，没有啊，那可是你看这个魔方各种形状什么的，你的什么8面体、12面体的这种歪七扭八的都有啊。他们是指说，这无论怎么样子，它都是一个 twisty puzzle，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转动，然后在 3D 空间上面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排列组合跟面向。相对的 Clark 它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机械性的那所以它并不是整颗有的一个变形或者是转动，它可能像是一个操作一种一个益智玩具机械式上面的一个事情。反而就这个理由的话，还真的没有办法反驳。不过呢，我觉得另外一个想法是，再怎么样子 ，Clark 它仍然是一个不是像模板，它是有题目的。好，你是有一个打乱，有一个随机性，所以每一次每个选手碰到的题目会不一样，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很死板的。再来，因为可能是近年就是硬体的这种改善，有越来越多人投入 Clark 的一些技巧。那这个技巧，我觉得已经发展到逐渐就是说，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它是兼具一个细腻的手感，操作上面的手感。无论你是要比如说 Seven Simon。One look， 然后要 flip no flip 什么的，或者是你要直接就是随机应变，你看到什么然后去调整，这个方法是说它越来越有趣，就是方法越来越多，所以每一个人可能虽然比如说就算是大家都用 C-FAP 好了，或者说大家都用 Seven Simon 也好了，但是仍然是有一些可能细微的差别，或者是说它不是一个毫无技巧的一个东西，所以站在这种益智竞赛来说的话，我觉得 Clark 仍然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项目。以下是我小人之心度 WCA 之父非常个人的偏见。还记得2025世锦赛Clark 的争议是，原本被认为是冠军的 Anthony 2个月后被发现他有一把拿到的打乱差了一格，那 WCA 就决定他那把成绩不算所以冠军就拱手让人了。但问题是，选手比赛当下怎么可能知道打乱正不正确呢？理论上会有让选手在赛程内复检打乱是否正确，但在这个例子，实际上这个流程并没有发生，这是问题一。而宣称是说，其实打乱当下没有问题，有检查过，是运送到选手的桌上过程中可能动到了这是问题二。重点是选手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他拿到的是什么，事后又拒绝选手复检，就这样子抹杀他们的成绩，这我觉得是非常不对劲的。而且这种状况不一定只会发生在 Clark， 其他项目也有可能发生更讽刺的是，会被发现打乱错是因为 Anthony 把姐的影片录下来放到 YouTube。有了这个例子，如果得了世界冠军，然后在赛程中我想要复检打乱又被拒绝了，以后事后打死我都不会上传影片本来 WCA 要求观赏求宣传，有了这个例子，谁还放 YouTube 帮你宣传这个争议反弹声量不小。我现在想一想，如果是因为 Clark 比赛太难办就干脆拿掉如果是因为你们这些玩 Clark 太吵了不录了如果 WCA 是因为不求改进的心态就把 Clark 取消掉拿掉的话，其实我也不会太意外啦。当 WCA 想要普及全球又想要非常公正很死板的照着规则走，就会受到很多压力。而如果受到压力所以取消一个项目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或许不是所有单位都有能力办 Clark 的比赛，但这并不代表不让任何单位去办 Clark 比赛是恰当的不过啦，这话说得太重了，因为话说回来 WCA 也只是全球的一个协会而已，那只不过它占着先行者优势大家就认为说比魔方就是 WCA， 比赛并不是只有 WCA 才能办，那就看看 Clark 的爱好者之后怎么做咯。